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7年前，让人背脊发凉的房产案件。这是一个关于老房子旧时光和无法解开的怨念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房子住得久了，时间会让它沾染上某种氛围，仿佛墙壁、地板，甚至空气里都能藏着上一代人的记忆和情绪。可是，如果那段记忆太过沉重，那股怨念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沉淀，依然如影随形呢？准备好了吗？故事要开始了。我是老黄，从业10几年，见过大大小小的房子，也见过各种买房卖房的奇人奇事。说实话，这行干久了，什么离奇事件都遇过，心脏也早练出来了。尤其是鬼神之说，我向来是不信的。再说，房仲的工作在于推销，不是来吓唬人的。可有时候，真有些东西让你忍不住心生忌惮，就像今天要说的这件事。这件事发生在7年前，那是我刚转到台中石冈那片区域负责的时候。接手的第一间房子就不简单，是一个单独挂在无尾巷尽头的透天厝，2层楼的建筑，看起来朴实无奇。可是就是这么一间房，胎价比周边低了足足50万，整整挂了1年多，却没人肯接手。低价、长挂、冷清的巷尾，这一切叠加在一起，就透出一股奇怪的气息，似乎有层看不见的纱蒙在房子上，把它隔离在世人之外。说实在的，遇到这种冷房子，我也不是什么新人了。毕竟价格低嘛，无尾巷嘛，可能就是位置不好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有些东西不太对劲。这天，我在巷口查看环境，一边想着这个案子怎么卖出去。巷口的几个阿婆正聚在一起，仿佛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可就在我往那房子走过去的瞬间，他们突然安静下来。一个阿婆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上下打量，像是掂量什么东西。那眼神让我心里微微一紧，瞬间生出几分不安。年轻人，他眯着眼开口了：“来卖房子啊？”“是啊。”我笑着点点头，不动声色地掩盖心里的疑惑。这间透天厝挺好的，不是吗？阿婆们互相交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其中一个忽然笑了：“房子是不错了。哎，你长得真帅，结婚了没有啊？”话锋突然一转，其他阿婆立刻跟着笑了出来，哎呦喂呀的打趣。我本能的跟着笑，摆出个客气的表情，打算敷衍过去，可心里隐隐觉得哪里不对。阿婆们的反应总带着一种诡异的意味，就像是他们知道什么，而我不知道。那天正午，阳光正烈，我和2位女同事一同去看这间无尾巷尽头的透天厝。大家都是行家，虽说有些房子气氛阴沉，但我们都见惯了，何况大白天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一路上，巷子显得异常安静，偶有几个行人路过，目光总是不经意地瞄向我们，眼神说不上是好奇还是警惕，总之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冷淡。路越走越窄，似乎四周的声音也逐渐消失，仿佛无形中，我们踏进了某种禁地。快走到那房子时，一个平日活泼的女同事突然停下脚步，皱着眉头盯着房子上层的阳台。她轻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咦。”我好像看到有人站在阳台上。我抬头往她指的方向看，阳台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盆枯死的植物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干瘪的枝条仿佛死气沉沉地垂着。那一刻，一阵奇怪的冷风吹来，明明是大中午，却忽然让人感觉刺骨的凉意袭上脊背。“你看错了吧？”我笑了笑，试图掩盖心里的不安，毕竟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能自己吓自己。“可能吧。”他有些犹豫，目光依旧不离阳台。站在门口，我从包里摸出钥匙，心里却莫名的涌上一股不安。推开门，入眼的景象让我们都一愣，房间里几乎没有一丝光线，阴暗的过分，空气冰冷的仿佛是另一个季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
打开电灯开关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屋内，却无法驱散那种冷冷的压迫感。这房子怎么这么冷？另一位女同事搓着手臂，低声嘟囔。我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心里也在琢磨着。按理说，透天厝的采光不至于如此呀。可是这房子前门是死胡同一侧，唯一的窗户居然开在房子最底部的厨房。昏暗狭窄的楼梯从客厅一路延伸向上，仿佛通往未知的深处。我上去看看，你们在下面随便看看。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些，踏上楼梯。台阶在寂静中发出吱呀声，每走一步，身后似乎有一股目光紧紧盯着我的后背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刚走到楼梯中段，忽然一阵莫名的力道猛地撞向我的后背，我以为趔趄，回头看，楼梯下空无一人，而2位同事正在客厅来回打量着家具。怎么了？一位女同事注意到我的表情，抬头问。我强压下心里的那股不安，露出一丝笑。没事，可能风有点大吧，这么奇怪的房子。她小声嘀咕。我硬着头皮继续往上走，心里却忍不住默默说了句抱歉了，我是来帮忙卖房子的。打扰了踏上2楼的瞬间，我突然有种莫名的压迫感，空气变得粘滞，仿佛每走一步都被无形的力量拖住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强迫自己保持镇定，毕竟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吓自己的。可就在我准备跨进主卧的一刹那，忽然听到轻微的咳咳声，细而微，却分明就在我耳边。谁在咳嗽？我心头一紧，回头看去，楼梯上空荡荡，除了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影子，什么也没有。老黄，你还好吗？楼下传来同事的声音，他们也似乎听到了什么。你们刚才听到咳嗽声了吗？我问，声音有些干涩。对呀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同事带着一丝不安的语气回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自己安慰道，可能是我听错了，或者是谁家里的声音传过来的。这年头，老房子隔音不好，声音偶尔传错地方，也是正常的，对吧？站在主卧门口，我忍不住低声道歉，打扰了，我是屋主请来的中介，今天只是来看房子的，还请见谅。话音未落，我伸手推开了门，主卧的门缓缓打开，房间里静得出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炭烧味，像是刚刚熄灭了炉火后的余味。这味道有些熟悉，又带着一种让人不适的刺激感，像是夹杂了腐烂物质燃烧后的残余味道，让我隐约产生一种不安的联想。这气味和一些令人避讳的自杀手法如出一辙。怎么会有这种味道？我喃喃自语，眉头紧锁，心里感到一阵寒意。老黄，楼下的女同事突然尖叫了一声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恐。楼上是不是有人？我从门口迅速探出头，低头看去，楼梯间的昏暗角落似乎有一道模糊的影子一闪而过，随即消失不见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眼花了。但他们两个的脸色苍白，眼神中带着明显的恐惧。显然，我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里异样的人。没事的，可能是光线的问题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试图安慰他们，但我的声音却带着些许不自觉的颤抖。一股寒意自心底涌上，我下意识地感到不对劲，这间房子绝对有古怪。可是，我是这间房的代理，职责所在，既不能说服他们立刻离开，也不能告诉屋主我可能遇到的灵异事件。我需要这个案子，也需要这笔佣金，但心里的阴影越积越深。我犹豫着开口，我们今天先到这，回去再研究下这房子的情况。女同事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。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咳嗽般的声音，轻而慢，像是从墙后的另一个世界渗透出来，冰冷而缓慢。第二天，我拨通了屋主的电话。经历昨晚的诡异一幕后，我觉得这房子的事情绝不简单，于是直接了当地问道：老板，这间房子
你确定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吗？最近带看的人都反映，房子里有奇怪的声音，有人甚至说看到影子。屋主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叹了口气。老实说，确实有几位来看房的客人提过怪声问题，说是什么咳嗽声、老人影。我自己去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你知道的，这房子是我拿退休金买下的，花了不少钱呢。我斟酌着问，你有没有问过前一手房东？毕竟我们作为房仲，也得清楚这些情况。这个，我买的时候，那个人跟我保证说没事，我和他也没多熟，他只是个老熟人帮我牵线，现在人早跑出国了，联系不上，挂了电话。我心里愈发觉得不对劲，事情明显没那么简单，这间房子可能真的是有问题，而且前屋主似乎故意消失了。我决定再向戴叔打听一下，也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戴叔见我急匆匆走进办公室，摇摇头苦笑了一下，说，老黄，你真是撞到棘手的案子了。老实说，买没这间房子的那个人当年交过完后就断了所有联系，我们试过找他，但根本没法找到对方。我心里沉甸甸的，似乎背后有一层深厚的迷雾笼罩着这个案子。我决定不再绕圈子，直接去找里长了解这房子的历史。在这种小地方，里长往往是知道最多故事的人。当我提到无尾巷的那栋房子时，里长脸色微变，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压低声音道，你要卖的那间房，30年前确实发生过不好的事。那时候有对老夫妻住在里面，后来因为家庭变故，老两口在房子里寻了短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震，手心都渗出冷汗。原来传言是真的，这房子根本就是一间不折不扣的凶宅。那为什么当年没人说呢？我皱眉道。里长轻轻叹气，可能是没人愿意提，也可能是后来换手时被人故意洗白了。凶宅这东西，有些人总想着捂住，卖掉了是回到公司后，我将这些发现告诉了屋主。电话那头，屋主沉默了很久，仿佛这几句话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终于，他低声说道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会这样，我从来不知道我这房子有过这些事，我只是想找个便宜点的地方投资。是的，老板，我说，心里也五味杂陈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隐瞒下去，以后出了什么事，只会更麻烦。我建议坦诚，标明是凶宅，也许能卖得快些，虽然价格会低，但比耽误时间和遭遇法律麻烦好得多。他长叹一声，终究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经过一番协商，我和屋主决定采取一些措施，试图改变房子的阴冷氛围。屋主有些勉强，但最终答应了我提出的小规模法事和开窗改善采光的方案。屋子昏暗的客厅让我总觉得仿佛踏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暗境，白天进去都觉得压抑。如果能够增加采光，或许能让人感到些许安全感。那天我准备好清洁工具，再次走进了无尾巷的那栋透天厝。屋内仍然一片阴冷，我打开所有的灯，勉强让昏黄的光线驱散些许黑暗。这时候，一个熟悉的细微声音在安静中浮现出来，仿佛从墙角传来那咳嗽声，轻而缓慢，仿佛是某个病入膏肓的老人，沉沉的在空气中回荡着。我停下手中的抹布，站在寂静的客厅中央，静静聆听那可可的声音，仿佛他就在身边，又仿佛是从遥远的某个角落传来。我咬了咬牙，不想再让这股诡异感吓退我，心里默念，这不过是老旧房子的声音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继续打扫，但心跳却加快，冷汗悄悄渗出。就在我清理到楼梯角落的时候，突然啪，灯光全灭了，黑暗如潮水般笼罩住整个空间，四周安静的出奇，只剩下我急促的呼吸声。我摸索着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却发现光线似乎照不亮这四周，仿佛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无形的暗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就在此时，空气中一股腐臭味悄然蔓延开来，带着酸涩的焦炭味，让我不禁联想到那些暗藏在死亡阴影中的故事。
这股气味仿佛粘附在每一寸墙面上，沉重地压迫着我的神经。我屏住呼吸，尽量不去深想那些可能的恐怖场景，继续机械地打扫，心中反复提醒自己，忍一忍，等着房子卖出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终于打扫完毕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静静地看着这间阴冷而诡异的房子，内心忽然生出一丝莫名的怜悯和愧疚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空荡的房间低声说道：如果你们真的在这里，我希望你们能听到。我知道你们可能对这间房子还有不舍，但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。这房子需要新的人来住，也需要新的开始。我会和屋主沟通，在这里做一场法事，来安顿你们的灵魂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心愿未了，我会尽量帮忙。我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，似乎随着空气慢慢扩散开去，仿佛有一股冷冷的气流在我四周缓缓流动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刻我忽然觉得整个空间似乎安静了许多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回应我，让这间房子逐渐平静下来。我关上门，走出无尾巷的时候，仿佛能听到身后那道房门缓缓地在风中轻轻关上，似乎是某种不舍的告别。那天夜里，带着整日积压的疲惫，我终于沉沉睡去。可一闭上眼，梦境就像潮水般迅速将我卷入了一片迷雾之中。四周是幽暗而浓密的树林，弥漫着浓雾，树影在微弱的月光下映出模糊的轮廓。没有风，四周寂静的可怕，仿佛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只有我孤身一人立在这片无尽的黑暗之中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四处张望时，雾气中隐隐浮现出两道身影，是一对老人，身形佝偻，站在雾气深处，面容模糊不清。我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，但我能感受到那种深深的哀怨和不甘，仿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沉重的控诉。那种怨念沉重的几乎将空气压得窒息。他们静静站在那里，彼此无言，但我脑海中却像放电影一般，逐渐浮现出一些破碎的画面。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，目光冷漠，面容狰狞，他的手掌攥得发白，脸上写满焦躁和贪婪，嘴唇紧抿，一副沉溺于赌博的模样。画面中，他站在那间房子的门口，带着冷酷的表情向老两口逼问着什么。接着我看到那对老人无奈地低着头，手指微微颤抖，眼神空洞又无助。他们签下了什么文件，低垂的眼神中透着无法掩饰的愤怒与无奈。就在房子即将易主的那一刻，老人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绝望。画面陡然一转，场景变得昏暗。我看到老人两人站在熟悉的客厅里，彼此对望，似乎再没有什么话语可以安慰对方，只有深深的无奈和绝望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他们最终的选择，一种极端的决绝与心有不甘。不是他们的错，我仿佛听见老人的叹息声在耳边回响。低沉而沙哑，家产被逼卖，祖宅被夺，我们的家沦为了他人的筹码。猛然间，我从梦中惊醒，心跳急促，汗水如湿了额头。梦境中的画面清晰得令人后怕，而那种哀怨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荡。我怔怔地坐在床上，脑海里依旧残留着那对老人的身影，充满无声的控诉。这个梦不只是幻觉，这是那间房子的真正冤情。他们被逼无奈，才走向了不归之路，而那沉积在房子里的阴冷与怨恨，正是他们未能化解的哀怨。第二天，我立刻把梦中的情景告诉了屋主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屋主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最后颤声说道：老黄，也许真的是那对老人，我会听你的，彻底化解这冤屈，让他们安息。他终于决定为这间房子做一场真正的超度法事，试图让那对老人的灵魂得到安息。法事如期而至，屋主找来法师，在那间透天厝的每个房间点香祷告，化解滞留的怨念，替那对老夫妻念经超度。整个仪式庄重而安静，香火袅袅升腾，似乎把压抑多年的阴冷与哀怨一并带走。
法师还特别嘱咐要打开窗户，让阳光进屋，驱散阴气。终于，窗户被打通了，明亮的光线首次照进房子里，似乎将那些未解的怨念带走了大半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房子的氛围逐渐变得平和，阳光洒进客厅，每个角落都显得敞亮通透。我带着潜在买家们一批批进出，曾经让人望而却步的冷意似乎彻底消散了。很快，一位年轻的夫妻看中了这间房子，以接近市价的价格成交。我拿到了佣金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几个月后，生活渐渐恢复平静，我把这段离奇经历逐渐抛在脑后。一天傍晚，我无意间听到同行闲聊，谈起了那对新入住的夫妻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压抑的神秘。听说他们刚搬进去的时候，夜里偶尔会听到低沉的咳嗽声，轻轻的就在耳边。我的心忽然一紧，耳边仿佛又回想起那熟悉的声音。同行继续说道，还有人说，邻居晚上从巷子经过，总能看到窗前的影子，就像是一对老人佝偻的身影，久久的在窗边徘徊。我陷入了沉默，原以为法师能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，可似乎某些怨念并不那么容易被轻易消散。那些未解的哀怨，仿佛永远滞留在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，等待着某个不经意的夜晚再次浮现。或许这对老夫妻的哀怨并不只是因为那段悲惨的往事，他们早已成了房子的一部分，化成那些阴冷的空气，那些无法驱散的阴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这段经历埋在心里。我借此告诫每一个想买房的人，无论房子外表多么美丽，无论价格多么诱人，永远不要轻易被洗白所迷惑，因为一些真相和怨念永远潜藏在人们不愿面对的角落。有些故事只要一层皮就会揭开，也许它们并不会轻易消散。